这崔行舟竟然如此不把我们连家当回事儿，想当然！母亲，你连家累世清流，几代人的颜面都被你给败尽了！父亲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给我闭嘴！还有你，方才散席时，崔行舟留下我单独训话，我这个做姨父的被他好一顿数落，为什么呀？还不是你们两个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找了3个婆子去王府闹事儿。什么叫闹事儿？那个狐妹子本来就是个外室，你敢去跟太妃说人是你安排的？这偷鸡不成蚀把米！别说你只是一个外亲，你就是补天的女娲，也轮不到你去管淮阳王妃的事儿。王妃本来就属于秉兰的，他们崔家欠我们的。我的天爷呀！这些年来，我舔着脸到王府要了多少的好处，递了多少关帖，你居然能说是崔家欠的？这个欠字的一撇我都说不出口，你又是从哪儿借来的这张臭嘴？连寒生，你平日3棍子打不出个闷屁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喝多了吗？你到底站哪头啊你？好了，别吵了。父亲，你有这种撒气的功夫，不如说清楚，表哥朝你到底说了些什么？行舟说了，两家既然没有婚约，今后无事就不要上门走动，否则家里那些子侄的仕途都在他手里捏着。他敢！我去找姐姐说理去。他还说了，如果嫌子侄不够，就把我的也加上，要把连氏彻底赶出郑州。母亲，县主从北州镖局，到灵泉镇预烧瓷房，再到我这淮阳王府，短短数月，就做到了常人几辈子都做不到的事儿。我都不知该说你是不容易呢，还是该说你了不得。不管太妃怎么想，您在前厅终究是给绵堂留了体面，多谢太妃体恤。那我能如何呀？你是行舟认定的人，我就是不为你，也得为王府着想吧。今日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那些话是为了堵我的嘴。可将来真要做了王妃，哪有你们想的这般简单啊？见过太妃，给县主问安。今日来了，就在王府住下吧。既进了王府，再去灵泉镇住，失的是我淮阳王府的体面。这位王嬷嬷是宫中的老人，教习过诸多贵女。今年她老人家特赦出宫，我特意为你请来，你与她多学着些。行舟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也该竭力，够得上她和这个家。多谢太妃。哎呀，如我所料啊，来了王府就回不去喽。早知道这样，不如留在灵泉嘛。成亲前当与王爷避嫌，王府人多嘴杂，王爷即便不拘小节，本县主也当怜惜自己的名声。哼，你倒是学得快啊！啊，现学现卖，我怎么跟娶了王嬷嬷似的？这样的话，你倒不如牢记此训啊，别让母亲和本王失望。
崔行舟，嘿，我看你反啊！本王今日表现如何呀？值不值得让县主嘉奖一下？王爷，母亲，行舟，半夜3更有何急事啊？有一些事情，我要向母亲禀明。母亲，九弟，你也要澄清吗？五哥是我叫过来的，鲁王反了，陛下派我即刻东征讨逆。行舟，你不能去啊！你就说你病了，他们刘家人打刘家人，偏要你去做什么？母亲，东征必须获胜，否则其他的藩王闻风而动，朝局就不稳了。儿子若是抗旨，就会和鲁王同罪。母亲，你先回去歇息，我跟五哥说几句话，事后再向您细说。你可不能去送死，行舟。不会不会，姨娘，先送母亲回去。哎，好嘞，走吧，太妃，走吧。母亲放心。走吧。九弟，你叫五哥回来，可是需要五哥为你做些什么？我想把淮阳王府托付给五哥。此战较往昔更为凶险，我若战死，哥哥便是淮阳王。为何是我这个废人？哥哥虽有束缚，可是秉公无私，宽以待人。我只信你。好，五哥替你暂守这王府，但你得答应五哥，一定要回来。五哥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三清在上，保佑吾儿行舟平安凯旋，少造杀业。若能平安回到真州，信善愿日夜焚香祷祝，孝奉大道。哎呀，罪过罪过！哎呀，罪过罪过！向母亲问安。明日就要出征了，就别在这儿耽搁了，多去陪陪他吧。儿子的心中实在是放不下母亲，所以这不是过来请安了吗？你过去可从不对我说如此的话，可是他教你的。当然不是。儿子心中有愧，平日里无暇陪伴母亲，在北周的时候又错过了母亲的生辰。好不容易镇南侯府要做寿游园，儿子又有军务在身，没有办法陪母亲一同前往。你若真有这份心，倒也罢了。最近又是问安又是端水，比垂腿的总角小童还要乖巧，你就不怕为娘把喝进去的茶给吐出来吗？那不能。你就这么不放心这个柳绵堂？他若懂规矩，做母亲的自然是疼他这个儿媳的。那母亲能不能再多疼爱一点？你说什么？那我说了，母亲能不能再多疼爱一点？你休要打这个主意，这可是我们崔府的传家宝。那这不也是给历代王妃的传家宝吗？我跟她都已经签过婚书了。等他过了6礼，我自然会给他的。哎呦，母亲，多说无益。当初，你祖母也是等我进了青庐之后，
才将这些信物交转给我的。为娘可是伯爵府的嫡长女，她不过就是一个县主，怎能逾越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儿子就只能多滞留几日了，把堂给拜了。你说什么？那母亲要遵循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啊，儿子理解的，不能怪母亲。要怪就只能怪儿子疑心病重，非要把这个信物给了他之后，才能放心的出征嘛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落得一个抗旨、延误军情的罪名，那我就担着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传军令，延后出发。不许去！我给他就是了。儿子，多谢母亲。也要谢过三清真人，成人之美。母亲，儿子此番定平安凯旋。刚把王嬷嬷支走，母亲把这老古董都给搬出来了，我得过来看看呀。不过你这面色红润的，倒不像是受委屈了。这才一昼夜，受什么委屈？走开，我要勤学。学什么呀？那老古董的课业不就是拿那些世家做大来吓唬你吗？看看又无妨，起码别叫错了名字得罪人。你可知，按照这上面的亲眷关系算下来，你在真州有多少兄弟？147个。我哪知道，都出五服了。可人家定是挂在嘴边的。若有兄弟高高兴兴的来见你，你却不记得人家名字怎么办？那我就直接问他叫什么呀。接着我就会说，我当然知道你的名字了，我是问你的表字，这样显得亲近一些。狡猾，这叫智慧。只要我没有100多个表妹就行。正好我要跟你说这个事情，这回的战事可不像书信中说的那么简单，定会暗潮汹涌，所以我这次从军开的药铺子定然比上次更大。我呢，再组一支巾帼队伍，跟着先遣部队，赢了煮汤羹，输了再上阵，也在沙场上唱他一曲《鹊桥仙》，两情若是柳绵堂。这些都是你不愿的，我也不愿。我要留在真州。我呀，知道夫君想说的话。东周之乱来得迅疾，又与那惠州接壤，夫君说的不无道理。真州主将在外，只怕有宵小会趁乱生祸。我是你的淮阳王妃，定然会留在这里，替你守住真州。我知道远近6州，到处都是我皇妃镖局的耳目，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夫君谬赞。但是，前路再广，照拂真州的时候，也要照顾好你自己。活着回来。知道。
众军已备，只等您发令。众将士听令！是。出征。是。下。我家王爷奉旨前去平乱，特让我来相告。珍珠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鲁王反了，淮阳王奉旨出兵了。担心什么？我担心神松了，瓷器易碎。放心吧，有我这个真州世袭监粮官在，碎不了。那你要去打仗吗？终于肯对我说句贴己的话了。那你去吗？不去。再说了，我若是去了，瓷碎了，不得被某个黑脸的掌柜讹上？又嘴里没个正经，谁会赖着你？再说了，谁脸黑呀？啊？我可以给你找个镜子，你自己照一照。太妃，跪下。你也不问问，我为何罚你跪祠堂？您是绵堂未来的母亲，母亲教训规矩天经地义，绵堂心悦诚服。今后你就是王府的人了，要记得我今日说的话。这是我淮阳王府的传世之宝，历代王妃都曾戴过它，多少名门闺秀都对它求而不得。今日我把它传给你。母亲，哎呀，叫太早了。多谢太妃。你既要嫁入崔府，也该开开眼界，打开看看吧。嗯。可不要过于惊讶。怎样？这钗子看着很古朴，到底是年岁深远的东西。你呀，还是眼界太浅。莫要，关门，熄灯。是。这下明白什么叫传世之宝了吧？夜明珠钗，老身也没想到，太妃竟然这么痛快的就给了。我就说今日得去吧，你还偏要徐徐图之，你图什么呀？不，定是表哥逼着姨母给他的。
这差子连我平日里都见不着，真是便宜了那个小贱人。难道真的是我痴心妄想吗？秉兰，这原本都属于你的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培育成人，带你看的每一本书，教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按照王妃的规矩。凭什么突然来了这样一个外室，夺走了你的前程？可眼下大局已定，我又能如何呀？国丈不是要说战策吗？怎么带过来这种地方？臣听皇后所言，东周鲁王叛乱，令陛下食不下咽。臣作为国丈，也甚是心疼，因此，国丈要带孤散心？不，臣岂敢浪费陛下的光阴呐？哎，这哪儿来的琴声啊？这丫头，哎呀，陛下息怒啊！这是我第4女雪露，惊扰陛下了啊！惊扰陛下了。哎，都仔细点啊，抬高点。启禀皇后娘娘，东西都搬进来了。雪露参见皇后娘娘。你是懂吃的，过去家里做的鹿鸣饼分不到你院里。你若想念这味道，四姐今后时常做给你吃。四姐打算在宫中陪我多久，我好来安排。我只知道今日陛下和爹爹都很高兴。我说思念妹妹，想逛一逛御花园和宝骏园，陛下就答应了，没许期限。爹爹说了，即使陪自家妹子，多久都可以。其实也未必非要出去。从前这崇华宫很僻静吧？有我帮你，陛下要来得勤了，也能热闹些。如何？的确是难得一见的佳品，就是沾染了些药味。药味？若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此时风尘仆仆地赶回来，是为了带你的新词去参加此次的御贡遴选吧？今年不同往年，改天换地了，灵泉镇的词商们都在加急筹备着。与他们相争，非我本意。我参加遴选，只是想得到我父亲的重视，能让他老人家打心底里认可我，这一切便值了。若我说，贺家此次必输呢？我深知陛下不喜灵泉青瓷的精致繁复，御贡品类的更迭是迟早的事，何况今年户部的官员已亲至灵泉镇，其意不言而喻。若灵泉青瓷失了御贡资格，那贺家身为皇商的数代基业也会因此动摇。还好，我真记有可供参选的黑台青瓷。这些都是你辛苦打拼得来的，拱手相让，舍得吗？
我终归姓贺，总不能赶在家族遇困、商会受创的紧要关头上，和他们相争吧。你愿不计前嫌地帮衬你父兄，这般重情重义，我这个外人都会被打动。但你的父兄可会成情，记着你的好？他们从前把你的付出看作理所应当，欺你身为女子不予重视。若此番能够有所改变，倒也不失为一桩好事。可若你的父兄仍不思悔改，乃至变本加厉，我希望那时你多为自己想想。身为女子，无论何时，自己所拥有的，方是安身立命之本。江大人啊，此番你代表户部前来遴选御贡，路途遥遥，实在是辛苦啊！在下敬你一杯，来，敬江大人。我们敬江大人，江大人。贺公，来。我知你要问什么，只是，我也很为你们灵泉青瓷可惜啊。今年的御贡遴选，只怕是要无望了。哎呀，这选不上御贡，今后这买卖难做了呀。是啊，江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我们贺家向来都是御贡首选呢。是啊，对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当今陛下重简，不喜精致青瓷，更是对奢靡华美之风深恶痛绝。宫里用的那些，都收起来了。这不能够啊！是那陛下他到底是偏爱啊？哦，偏爱古朴沉静之物。只是这宫廷中所用的器物，又不能失了典雅端方之韵味。什么算是？我也很是为难啊！今年的瓷器遴选，只怕是要踩空了。不仅是你们灵窑，其他几个产地只怕也是无望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如何是好啊？这以后就麻烦了。江大人好久不见，小女贺真向您问安。贺家三娘子安。真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这个丫头，你！我从窑上回来的，新窑的黑胎青瓷烧制成了，就紧赶慢赶回镇上给江大人过目。黑胎青瓷。好啊，真是极好啊！极好啊！这样就忘了，没错。侯爷，侯爷，您终于回府上了。本侯刚回真州，还要见母亲，不见客。哎，侯爷，您不会还在生气吧？为何生气啊？我那不争气的妹妹，那逃婚的贺真啊，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就这么回来了。她太不像话了。她回来了？在哪儿？就在家中。她逃婚都是她一个人的主意，这回她回来了，可得好好治她的罪。带路。哎。徽釉色泽温润，有浑厚古拙之美。这每件器具足以代表我贺家的水准。真儿，父亲，父亲就原谅你这次不辞而别。你不辞而别事儿小，可赶逃侯爷的婚事，看侯爷怎么容你。侯爷，侯爷，
你兄长在我侯府门前乱叫，我是不得已才来的。你不会怪我吧？贺公，令郎口中的婚约，当初是怎样一桩赖事，您心里应该清楚吧？贺娘子，清白如许，她的为人，跟她做的瓷器一样，至善至真。不妨告诉你们二人，这些瓷器里就有本侯亲自拉的坯。贺娘子是我的掌柜，我见过贺娘子对瓷器的精诚，本侯敬重她。再反观你们贺家，一边拿着人家的瓷器参选御贡，一边还轻视人家，还拿婚约当作拿捏人长短的筹码。你们贺家对不住贺真。哎呦，哎，爹，英七吧，你的伙计不光能干活，还能护主。你想什么呢？这些瓷器里可没有你拉坯的。那没有功劳，我也有苦劳啊！我还一直陪着你呢。若你父兄还要生事，我就明日还来，再摆他们一道。侯爷，快回去吧，不送了。啊，全儿，母亲，我正要去找。哎，你这混小子，去北周是别人告诉我的，回郑州你就来临泉镇。哎呀，还有人呢，还有人呢。哦，这位是？见过太夫人。小女贺真是新月令郎之人。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明白吧？太夫人误会了，您放心，我和侯爷还没到那一步。那就赶紧走到那一步，别踌躇不决的了。这银钱你拿着置办嫁妆，不够了再管我要。可是我之前落了您和侯府的面子。唉，贺府的事儿，还有你这几年的经历，全儿都跟我说了。这么好的小娘子，怎可在家中受委屈呢？要我说，这婚讨得好。还有啊，那御贡遴选之事，若有什么需要帮忙之处，尽管与我讲，侯府替你出头。太夫人的心意，真儿感激不尽。只是，女子立于世，不能总仰望他人碧玺，还得学会自己处理。好孩子，便依你之言。母亲说了，待遴选事毕，就上你们家去提亲。我答应了吗？你必须答应，不然我……不然，明日你就学淮阳王出门打仗去，休息是吧？啊，
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你就想背上行囊走出宅子，赖定我了呗？没给你工钱，因此你想让我以身相许？这我倒没想过。你这个主意好。不愧是我掌柜的啊，妙。王爷，按您吩咐，3张床弩的图纸都已送至西营。好。其他的呢？其他的是就我白日给你的家书。白日是？对啊。哦，昨日的和前日的都已经让影卫送回去了。今日、白日给你的家书。我不知道那里边有家书，我都送去军营了。我。此床弩共36处机鞘，诸位可都记得了？记得，记得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张。王爷竟用了自己的命号，定是极为机密的要件。青青利剑。王贵。王爷，末将在。声音太大了，我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啊。属下失职，王爷心思缜密，属下佩服。只是这青青利剑是怎样一条精妙计策？先别说什么计策，你在此等环境之下，就把这封密信就这么大张旗鼓地打开了，妥当吗？确实不妥。兵不厌诈呀！我这是考验你呢。我说不妥就不妥呀！你此等心智，你如何领兵打仗啊？大意。哎，我们很大声吗？不大吧？啊，不大。青青利剑，一日不见如3月兮，一日不见如3秋兮，一日不见如3岁兮。矫揉造作，此行未留字帖，便以此书为帖，请夫人将这篇王风才阁誊摹10遍，归期检。这个崔行舟，夫人，夫人，太妃来了。好。太妃，这是过几日，镇南侯太夫人散寿，广邀真州的贵眷吃曲水流觞宴。王府的司仪新做了几个款式，都拿给你试试。多谢太妃美意，王爷刚给我送了许多衣裳，我还没来得及穿呢。他一个粗俗男子懂什么呀？我们世家女子比的可不是衣裳，是体面。太妃放心，后日镇南侯府绵堂绝不会让您输了阵势和体面。一个个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给县主更衣呀！县主请，抱歉。这也要脱啊？腰身再放一些，放一点，要喘不过气了。这身尚可，换一身试试。这身也不错。哎呀，果然什么衣裳都衬得起来。我年轻时候呀，最爱这颜色了，也适合你。
哎，再换一身我看看。嗯。就是颜色不够持重，再换一身。好看，真的太好看了！哎呀，转过去我看看。哎呀，这后面也好看。哎，再转过来。啊。哎呀，真正的是个美人坯子呀！这么好看的衣裳，配这个头饰太素了。哎，莫瑶，快去我屋里把我年轻时候戴过的首饰都拿过来，快去啊！是。真好看。秋自流水过，夜消回日落。重逢时，还